你来了！2025年8月16日上午11点，43万名观众同时涌入 B 站的服务器，围观韩立捷运。直接给服务器干崩了。当天呢，这部叫《凡人修仙传》的国产动画单日播放4800多万，再次刷新了中国动画的记录。从《大圣归来》一点寒芒先到，再到《哪吒2》登顶全球动画票房第一，还有《玲珑》《中国奇谭》这些动画剧集的百花齐放，中国动画似乎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光时刻。但其实呢，早在60多年前，中国动画就已经在世界电影节上屡屡拿奖，国际评委、日本动画杂志都对中国美术片赞不绝口。只是那时候的小蝌蚪找妈妈、大闹天宫，后来就像昙花一现，只在我们童年记忆的角落里温存了。所以究竟为什么中国动画在这么久的时间里忘记了自己的名字？那今天的繁荣又到底是要实现大成了，还是说只是刚刚结了金丹，还要去度那九死一生的天劫呢？大家好，我是小李，今天我们来尽调一下中国动画。曾经的中国动画有另一个名字叫美术片儿。水帘洞里翻跟头的孙悟空，莲花池里浴火重生的哪吒，这些画面几乎刻进了一代中国人的童年。我们把时间拨回1941年，万氏兄弟做出了亚洲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这个片子后来传到日本，一个少年看完后深受震撼，下决心也要做动画，而他就是后来画出阿童木的手冢治虫。1956年，乌鸦为什么是黑的获得威尼斯国际儿童电影节奖，首部木偶片《皇帝梦》，京剧元素片《骄傲的将军》，首部剪纸动画《猪八戒吃西瓜》，首部折纸动画《聪明的鸭子》都频频在国际舞台上获奖。而这些创意放到今天，你会感觉现在都是当年玩剩下的。而他们大多来自同一个地方，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0年代前后，也可以说是上美影的黄金年代。而这些极具特色、难以复刻的风格，当时在国际上呢被称为中国学派。那时候在大师们眼里，动画压根不是哄小孩的玩意，是连大人都应该坐下来好好看的艺术。但你会发现，往后10几年甚至几十年，直到我们90后出生，大家好像还在回味最初的这一批经典作品。所以这副好牌怎么被打烂了呢？故事的第一个转折是80年代中期的代工潮。1985年，香港 TVB 跑到了深圳，办了一家动画加工厂，叫翡翠动画。紧接着，深圳、珠海、广州一批加工厂拔地而起，他们接的是美国、日本的订单，干的是描线、上色、画背景这些最基础的活儿。当时电子厂的隔壁就是动画加工厂，简直就是动画版的富士康。可他给的钱可是上美影的好几倍，甚至10倍。所以一边是铁饭碗里的情怀，一边是10倍的真金白银。1988年底，第4部水墨动画片《山水情》刚画完，上美影37名业务骨干集体辞职南下，近3/4的动画人才就这么走了。厂里的年轻人管这叫胜利大逃亡。画手去拿高工资无可厚非，但当时每日分包出来的却是非核心环节，大部分订单只剩最末端的描线、上色。所以老一辈那套会编故事、会分镜、会导演的全套本事，慢慢呢就断掉了。那上美影这边难道是真的抠门吗？也并非。过去的中国动画是统购统销模式，就是国家下指标，中影包收购。这样的好处是画师不操心赚了还是赔了，但是呢也缺乏了必要的激励环节。到了1995年，统购统销取消了，美术片成了第一个被踹进市场的片种。结果呢，动画成本1分钟近万元，电视台收购价就下到了几百甚至10几元1分钟，做一集亏一集。所以你看，代工潮给画师们带来了高回报，也带来了技术和审美的断代。而传统美术厂面对市场化的冲击，也没有及时应对调整。了解了这些，你才会知道为什么我们90后总还在吃几十年前的细糠。因为当年就是中国动画的炼气期，一个没背景的散修被丢进大矿场，只能给人打杂。那如果按照剧本，到这里是不是该触底反弹了？但现实非常骨感，接下来的20年，中国动画不仅没有反弹，还踩进了又一个深坑。2006年，为了保护国产动画，广电下令黄金时段禁播进口动画，竞争对手是赶走了，但留下来的未必是好学生。当时地方政府按分钟数发补贴，做1分钟动画补几千块，3D 的再翻倍。结果一大批公司根本不是冲着作品来的，而是冲着补贴来的。画得越糙越省钱，画得越长越赚钱。电视上翻来覆去就是那些建模粗糙的画面。
而这期间最有名的一根耻辱柱叫《汽车人总动员》，它的海报和主角直接像素级抄袭皮克斯，豆瓣2.1分，最后被告上法庭，判赔了135万。而导演留下的那句辩护更是载入史册，他说：“假如有个人长得像你，那他还犯法了吗？”可就在同一片泥潭里呢，仍然有人在用画笔追逐着梦想，只是那时候这样的人还太少，少到没人敢信，就是这么几点星火，日后能把中国动画从谷底里一点点拽出来。2008年，一个医学生靠着妈妈的退休金，一个人一台电脑硬抠出了一部16分钟的反战短片，打个大西瓜，他拿下了国内外30多个奖项。这个医学生的名字叫杨宇，而他的另一个名字你肯定更熟悉，就是饺子。2015年，大圣归来靠着观众的自来水一举捅破了国产动画电影的天花板。再后来呢，就是开头说的那2座高峰。2019年，饺子导演的《哪吒之魔童降世》50亿票房；2025年，《哪吒2》全球票房159亿，登顶了全球动画电影票房的第1名。而大荧幕之外，剧集动画也迎来了高光，科幻番《玲珑》，现实题材的《时光代理人》，还有让打工人狠狠共鸣的《中国奇谭》。但说这条路上最像一场修行的，就是《凡人修仙传》这部剧，2020年开播，是国内第一部真人动捕加实时引擎的长剧。没有主角光环的韩立靠着狗道稳扎稳打，而屏外的观众也陪着他熬了5年。5年里，他从季番熬成 B 站第一部年番，直到2025年，韩立结成原因，43万人干崩了服务器，很多人红了眼眶，因为看着那个山沟里的废柴一步步走上来，仿佛看到了自己。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中国动画是不是已经一路高歌猛进了？但这时候不得不提一部叫《三体》的动画剧集。名义上它是由爆款玲珑的陈志芳接手制作，网传制作成本是玲珑的3倍，可以说期待值拉满。小李作为《三体》小说的粉丝，当时对这部动画预期也很高，但回想当时那段追番的体验，可以总结为不看难受，看了更难受。造孽！括号仅代表个人体验哈。那这部动画上线首日确实也很高开，同时在线人数屡创新高，但很快豆瓣评分从7分一路狂跌到4分，4个关节的手指，节奏拖大，口碑极度分化。虽然作为一部小说改编的作品，书粉和剧粉打架是常有的事儿，但无论如何评价这部作品，《三体》无情地戳破了一个幻觉：中国动画的崛起从来不只是因为有钱了，产能上来了。事实证明，钱堆够了，产能堆够了，作品照样能崩。而同一时间零宣发、低成本的《中国奇谭》却悄悄封了神，那更别提在 B 站古漫榜上狂揽2个9.9分的《我的三体》了。那如果钱不是答案，产能也不是答案，那这10年真正把中国动画从谷底拖起来的到底是什么？小李和大家聊过中国造船、中国稀土，所以老观众一定知道，一个产业的崛起从来不是1、2部爆款的运气，爆款是结果而不是原因。而在梳理中国动画崛起的过程中，小李发现了4股力量。第一股是人。还记得前面让人痛心的代工潮吗？那20年虽然磨灭了不少画手的灵气，但也实实在在的在珠三角、长三角硬生生砸出了庞大的加工基地，沉淀下了几十万懂流程、能吃苦的产业书手。我们翻开哪吒2的片尾名单，138家公司，4000多人，散布在23个城市。而这批人最早也是来自于当年代工流水线上一代代熬出来的熟手。那第2股力量可能出乎你意料，是游戏。中国动画的工业化其实离不开中国庞大的游戏产业，给哪吒2和凡人做特效的原力动画，它的另一重身份是亚洲第2大游戏美术外包，它给王者荣耀、永劫无间这些游戏做完 CG， 原班人马直接套用同一套引擎和渲染管线，转头就能去做动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近几年爆火的头部中国动画，为什么大部分都是3D，就是因为基础早就在游戏圈打好了。那第3股力量是平台。人要吃饭，技术要烧钱，钱从哪来呢？答案是 B 站、腾讯、爱奇艺、优酷还有阅文。我给你拆一部凡人背后的资本网啊 ！B 站和万元猫是联合出品方，陈志芳原力动画靠着一个 IP 3年净账1.5亿，而手握原著版权的阅文就是躺着收修仙税。那平台靠什么攥住这条产业链呢？就6个字：谁投资谁优先。我可以拿订单喂饱你，那你的产能就得死死的绑定我。我们看组数据，2025年全国406部中国动画，光26部年番就抽走了全年47%的播放量。虽然说头部资源极度集中，焊的焊死，烙的烙死，但也正是这种饱和式的打法，硬生生把中国年番动画的播放量拔高到了一个过去想都不敢想的量级。那第4股力量，我们要把镜头掉个头。前3股讲的都是做动画的人，而这一股讲的是屏幕前的你，是观众。
其实，在2010年前后呢，人、技术、钱都已经初具雏形，可中国动画就是起不来，而缺的就是最后一块拼图，是肯坐下来看、肯掏钱、肯等的人。我们把时间拨回20年前，那一会儿看动画是小孩的专利，大人坐进影院看动画片是要被笑话的。但这20年，一件事悄悄地发生了。当年蹲在电视机前看孙悟空的那批小孩长大了，他们成了2015年《大圣归来》播出时不要1分钱自发安利的自来水，他们成了姜子牙影厅里占比超过60%的成年观众。动画终于再一次如同60年前堂堂正正地坐进了大人的世界。因此，平台也逐渐形成了稳定的用户盘和付费盘。到2025年 ，B 站的国创用户攒到了3.3亿，国创内容的播放时长1年翻了1倍多。腾讯视频动漫的付费会员也悄悄突破了5000万。那除了真金，还有真心。凡人的观众陪着韩立一熬就是5年，罗小黑战绩用长达10几年的年更甚至元更，硬生生把粉丝熬成了生死之交，却从来没有人舍得离场。所以你看，钱能堆出产能，产能能堆出数量，可他们堆不出一个肯陪你5年、肯为你掏钱、肯替你刷屏的观众。人、技术、资本、观众，这4块拼图凑齐了，哪吒脚下那只风火轮才算真正转了起来。而烧起风火轮的那把火，则是一座留给中国的上千年的富矿，它就是老祖宗们写下的神话故事。哪吒、大圣、白蛇、姜子牙这些顶级 IP 原著母题不用买版权，不用付授权费。当海外同行还在为原创 IP 绞尽脑汁砸重金买故事的时候，中国动画人一低头，脚下就是《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他讲的每一个故事，屏幕前的你其实早就烂熟于心。而中国动画要做的，从来都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把这些刻进我们骨子里的东西重新讲一遍，讲好它。正常来说，气氛烘托到这儿，似乎该喊一句国漫崛起，然后大家开开心心的点赞投币了。但是咱们频道的观众看问题一向更深入，也更看重底层的商业逻辑。先别急着扣国漫已死或者天下第一的帽子，咱们拨开情怀，用数据说话。到今天，我们真的能说中国动画已经找回自己的姓名了吗？小李的尽调结论是找回了，但要说真正在商业生态上扬名立万，还差得远。前方的修行还有4道极其凶险的天劫。第一道是出海的美丽幻觉，大家可能听过国产动画登陆流媒体，眼见过国漫在 YouTube 拿到惊人的播放量，但这些并不等于已经建立了稳定的海外收入。咱们看大荧幕，截至2025年6月底，哪吒2的海外票房贡献大约是3%，也就是说，全球动画票房冠军几乎是靠本土单一市场硬生生抬进去的。那第二道是中国动画似乎又陷入了另一种代工陷阱。如果我们拆开一条动画从无到有的产业链，你看，最上游是 IP 和创意，最中游是制作，最下游是渠道、发行和衍生品。你会发现，现在这条利润曲线是典型的两头高，中间低，钱和话语权都在两端。而国内绝大多数的动画公司都苦哈哈的挤在最不值钱的中游赚制作费。国内制作公司的毛利率普遍在10%到20%之间徘徊，一部电影票房哪怕破了100亿，赚的也是平台和发行。中游制作团队大多是按合同收取制作费，很难和其他环节一样分享票房和 IP 的长期增值。那对比一下迪士尼、梦工厂这些两头通吃的巨头，毛利率能做到5到6成，所以对他们来说，一部片子刚下映，赚钱才刚刚开始。从乐园、玩具、授权可以细水长流。日本也是如此，光商品化授权就能占到产业的2成多，大头从来都不在票房上。但中国院线动画的回款仍然高度依赖票房，这就导致每一部头部电影的立项，本质上都是一场拿命去搏的豪赌。从做爆款作品跨越到经营长青 IP， 这一步确实还没有真正的迈过去。那第3道是神话富矿带来的原创悖论。前面我们夸过，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顶级 IP 的富矿，但如果我们冷静回望这几年的爆款，从西游到封神到白蛇，大家似乎全都挤在同一口井里打水，并不是说改编经典不好，能把刻在骨子里的故事讲出新意，本就是极高的门槛。但如果一个庞大的产业生态里迟迟长不出能够脱离古代神话，完全基于当代文化语境爆火的原创大 IP， 那这座富矿也会变成一种路径依赖。当所有人都围在这口井卷产能的时候，这口井还能让我们喝多久呢？那第4道就是近在眼前的 AI 冲击。过去中国动画的底牌之一是庞大而高效的工业流水线，而现在生成式 AI 正在大幅压低部分画面生产的成本。首先就是冲击制作端的入门和重复性环节。虽然中国一年冲出了超过6万部168亿的 AI 漫剧市场，给沉睡的网文 IP 带来了低成本影视化的机会，
但同时呢，也把40年前代工厂留下的初级原画、上色这些基础制作的新手村给直接拆了。那动画的门槛正在从画工强行切向叙事和审美，而且面对 AI， 整个行业可以说极度分化。连番剧集公司把 AI 当续命单，保产能、提毛利，但大荧幕电影公司却唯恐避之不及。哪吒2和浪浪山正片 AI 含量为0，狂揽票房，但打着全流程 AI 的电影似乎还没上映就已经被观众扣上了一顶帽子。市场是非常残酷的，从观众的角度说 ，AI 做的快餐我可以看，但我只愿意为活人感掏钱。最后 AI 带来的还有版权问题，你想把大圣、水墨画这些老祖宗的审美直接喂给 AI 走捷径，现在可没有那么容易了。从配音演员集体抵制克隆声线，到各地法院对 AI 版权的反复博弈，再到监管层落地的先备案后上线和 AI 标识的新规，野蛮生长的时代短暂出现，也快速结束了。而 AI 也绝对不是白日飞升的九转金丹，它更像是一座巨灵阵，灵气浓了，修仙快了，但每一笔账天道都算得清清楚楚，能不能飞升还是得看心法。所以说到这儿，我们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今天的中国动画到底是修成了大成，还是刚接了金丹？小李的答案是，我们确实从那个只能给人打杂的练气期一路熬了上来，结音从来都不是终点，前头还有化神、炼虚，还有更休闲的天劫等着去渡。现在的中国动画不是没有灵根，而是突然多了很多丹药、法器和外挂，可外挂越多越考验心法，因为观众从来都没有变过。60年前，他们愿意为一只水墨里的小蝌蚪坐下；60年后，他们愿意为韩历等上5年。下一个60年，能不能响彻3界？不只看模型能生成多少帧，更要看你能不能讲出别人生成不了的那口气。异化开天的阮瑞说过，不会用工具会落后，但只依靠工具将失去灵魂。浪浪山的导演雨水说得更直接，但是正是因为我们小模型，然后不完美，才会构成了人类的喜怒哀乐。因为大模型没有喜怒哀乐，那没有喜怒哀乐，就没有艺术的这种发源。说到底，影视内容是要打动人的。历史在反复验证，如果你没有疯狂的热爱，没有憋不住想说的冲动，没有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韧性，光靠一套冰冷的流程，做不出让人共情的内容。好了，最后我也想问问屏幕前的你，你认同中国动画还只是在金丹期吗？还是说在你的眼里，它其实早已走到了更高处，只是在静静的等待时间的验证呢？欢迎在评论区和我聊一聊吧。大家好，我是小李。如果这一期让你对中国动画都有一点不一样的理解，请给我点赞、评论、收藏。我们下次再见，拜拜。